Hello，大家向流星许愿的我们第6集。随着河爸发现了何向勇的债务问题，他决定把民宿卖掉，替儿子偿还债务。剧情也陷入了低潮。然而这个时候却也是感情升温的好时机。何向勇对爸爸的爱、对爸爸的愧疚和感恩，在这一刻爆发出来。陈浩伟和何向勇的感情也在醉意的催化之下，两个人往前踏了一步。我们就继续来看看这一次之后他们的感情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会如何发展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你，我不会再轻易放手了。何向勇，你认错人了。这已经变成何向勇本能反应了哈。在喝醉酒的时候，有人叫他何向勇，他还是会否认。你就是何向勇，你就是何向勇。我跟他一样烂，一样废啊！让别人帮我们擦屁股，帮我们扯后腿。你不要这样说，你听我说。哇，原来他们上一集接吻之前还有这一段啊！只有你明白我的心情。那张海龟图，闭嘴！哇，他跟那张图一样，已经被撕碎了，哦，烂掉了。我怎么记得我后来还有再看到那张图？我那时候应该好好保护你，是我的错。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何向勇跟陈浩伟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哈。全世界都讨厌我，没有人喜欢我。就算全世界都不喜欢你，我也要大声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疯了，陈浩伟。哎呀，这些年我找你找到疯了，那你敢不敢陪我疯一次？何向勇，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多久？我先回家了。大妹，你真的很爽。他是说达妹吗？你是无尾熊啊？所以他很清楚，他现在抱着的是蛤蟆奖哎。你是从流星掉下来的礼物，刚好砸中我的礼物。哎呦，李婉哲其实心里隐隐约约对蛤蟆奖有这样的感觉了哈。好幸福啊！如果可以每天都这样待在一起就好了。只有喝醉酒才会讲出心里话哈。我怕我会失控。哇哦，这样你就不会失控。李婉哲很会吗？天哪，这对进度要超前了啊。我拍的这么野性吗？你要干嘛？你都把我牵成这样了。突然踩刹车，很难过哎。什么呢？哎呀，李婉哲，哎呀，嘟嘟，你不要再闹我了。嘟嘟，你把他当狗哎。好了，蛤蟆讲继续努力，什么时候让李婉哲清醒的时候也愿意跟你做，不要这个时候好像趁人之危。哦，你们还有清醒的回到民宿哦，不错不错。我们昨天怎么回民宿的？我也很想问。口好渴，沙犬生了去倒水。鱼汤跟茶都被您准备好了，给你们醒酒用了，哎呦，一滴都不准剩啊！河爸贴心。爸，我们俩昨天应该没有惹什么麻烦吧？你猜猜看啊，8两。所以何向勇是半斤，是啊。他们那岛屿社区应该不大哈，大家应该都互相认识。不过话说那是导演客串吗？那远景我看不太清楚。我想这几天大家心情也都不是很好，你们把鱼照喝一喝，准备做事啊。你们要思考一下自己民宿卖掉之后要做什么吗？昨天晚上，昨天晚上，陈浩伟不会现在要装傻吧？还是他真的不记得？
身体有一种被火车撞过的感觉，全身酸痛。想起来了，所以刚刚是真的忘记。怎么是你要看医生？ Angela， 这完全没事啊。是哦，这里怪怪的，你帮我再听一下。哎，不要，什么意思刚才听过了，很正常。你看你气色这么好，不是 Angela，你不会要撩滑叔吧？我听听看，你有没有事？我能有什么事啊？嘿嘿，老何有事。那老何有什么事啊？原来是来套话的。那他干嘛要卖民宿啊？不是你们为什么不干脆跟 Angela 讲一讲？你也有一幅和相有画的海龟，哎呀，何爸还是会想念天上的妻子的。民宿的那些地图啊、相框啊，可以回收的都等你整理，找个地方回收啊。又还没有签约，干嘛那么急着收啊？早做晚做不是都要做吗？原本要丢啊。原本是向勇买的，就等他回来决定。何爸看起来好像已经决定要卖掉了，但是其实内心里还是心存一点希望，想要等和相回来哈。一长后，他一个人哦，就捐了2万，杂货店阿德，他把他昨天的收入全都拿出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那个阿娇姨哦，她根本就不会用那个提款机，所以呢，她赶快回家把她的那个嫁妆都拿出来。这人真耐行的了啦，这些不够，拿回去了。嘿啦，而且嘛无够啦，500万的呢。嘿嘿，加上我这一张500万，哇啦！哎呦，你一个人这么辛苦把婉哲带大，好不容易存的这笔养老金，你好好回去养老，不要给我了。你以前你跟你师伯，你每天都帮我照顾婉哲，是不是？不是白白送给你的，是借你的啦，要写借据哦，还有利息照算。你也知道，这明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回忆吧？为了辛普宇，为了向勇，接受了。哦，我欠你这么大人情，我不知道以后怎么还你呢。努力赚钱还呢、你要是敢不还哦，我就把这个房子哦通通打掉，还有把你那个水墨带的那个花哦全都干掉。不行啊！关你什么事啊？我是你儿子的朋友。是哟。何爸那个看透一切的眼神，他应该也早就有感觉了吧？钓鱼啦，不然啦，你去了，我再去钓去啊。不来吐啊！喝太多了哦。爱闭起来烤啊啦，你卖个供啊啦你们。太肉麻，让我想吐了。陈浩文应该有感觉吧？刚才何向勇跟他爸爸那些对话，你为什么要放这些纸船啊？跟小海豚打招呼啊。海豚，那时候有一个小病人，从小就在医院进进出出的，甚至呢自己还想当一只小海豚，这样子在海里就不用打针吃药了。我就跟他开玩笑的说，好，那我一定搭船去找你。结果他没有活下来啊！我还以为把这段拍出来，那个小朋友后来应该还会登场哎。那个时候的我不够成熟，不够强大去捍卫我认为对的事情，哦，所以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。所以我就一直待在新浦屿，一直到现在。所以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都还没讲。我们也像史怀哲一样有救世济人的志气，反倒像一个胆小鬼在逃难的故事。哎呀，医生也是人嘛。如果那时候的我有多一点勇气去保护自己最重要的人，怎么了？遇上什么难题了？你们两个都是啦，赶快把你们的回忆告诉我们吧，不要卖关子。我只有记得最后那个帅哥亲了那个卢蛇一下，我就醒了。所以昨天晚上跟常伟接吻了，我哪有说啊？啊，不用否认了。小六反应怎么样？我好像有推开他，他会不会是酒后发疯，想对我迷途啊？不会吧？绝对是酒后吐真言，爱上你。啊？你说我吗？还是钟小佑？我承认我对小佑有好感。我喜欢小佑，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何向勇。啊！我昨天晚上一直喊的名字是何向勇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喊他何向勇，他对你有回应哎？还是他是把小优认成你啊，所以装死不敢承认。嚯，渣男！
所以我更不可能去跟小佑坦诚什么。果然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外人推一把呀，这两个就是频率没对上而已，不然真的事情就成了。我心里想的是向勇，不能把小佑当成他的替身。既然这样子，我觉得你应该就坚持到底，不应该开始这段错误的感情。不管是钟小佑还是何向勇，你都是你啊，就像刨冰跟刨冰都一样，只是叫法不同。这种歪理你都掰得出来，我觉得很有道理啊。常伟对你是始终如一的专情哎，超浪漫哎。要不要接受他？李婉珍，你羡慕吗？愿望就这样实现你不觉得有一点不踏实吗？什么？你的愿望是跟陈浩伟在一起？妈妈讲，你今天不用出海哦。我离职了，啊？我以后要在这里打歌。这段楼梯是要让他们告白几次啊？从楼梯发生的爱情，然后又再带回顶楼。我离职了，是因为你。你昨晚跟我说想和我每天赖在一起开心玩，所以我辞掉了工作。妈妈讲，你有没有想过这样让李婉哲压力很大？流星会让一个人失去判断能力吗？回忆一下，什么？你就是这样子抱着我说的。喝酒醉本来就会乱说话，你怎么可以当真？对啊，我说过，只要是你的事，我会全力以赴。老板，我要去上班了。尴尬，这对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重新把招牌拉出来，开业迎客人哈。我要留给向勇回来再画。他闯这么大的祸，还突然搞消失，你都不生气哦？还帮他做那么多？这是何向勇想问爸爸的。气呀！我气他小时候怎么没有教导捡起？害到现在啊，受到委屈啊，只能吞了不敢还手。那你会担心他吗？你不怕他就这样不回来哦？他还有他的想法啦。反正家跟老爸在这里，他想回来随时回来。他治宿醉的方法就是去爬山啊，因为登顶之后可以看到海，还有新埔鱼。那搞定他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？出社会之后啊，回来家里哦，也不跟我喝一杯。爸爸跟儿子就这样子慢慢把故事给补齐了哈，把这些年缺少的对话给慢慢一点一点补上。反正我在他心里哦，我就是一个脾气很坏、他不值得分享心事的爸爸。他其实知道你都是为他好。像我从小就是个心思细腻的小孩，他的话大概就是他想说的。哇，爸爸还看得出来呢。你顺便跟他说，他爸是讨厌一种喝酒的人，就是那种喝酒会发酒疯。那不就你吗？遗传的啦，你们两个喝酒发酒疯遗传的。今天我长出来，做一些下酒菜给你，还有你爱吃的酸小河。那可是向勇他妈妈的独门绝技，你会？他教我的啦。开始怀疑你跟我儿子是什么关系了哈。好朋友啦，不怕不说的那一种。一直话里有话在点说，其实我知道你是何向勇，对吧？不知道为什么你变这样啊？既然你不承认，我就心照不宣的不说。体温不能太高哦，那个蒜头一下会黑掉，是不是啊？我知道，让他变相啊。来，借我过你。陈浩伟，你去旁边罚站。爸爸跟陈浩伟都是对何向勇来说特别的人，但是一个因为钟小欧的身份，毫无顾忌的把心里话讲出来，另一个反而因为钟小佑的身份而却步了。哦，那幅撕碎的画，他后来把它粘回去呀，难怪我觉得他有看过啊。可以准备开饭了。哦，他那个贝壳门帘，我一直每次都听成是碗盘破掉的声音。如果你有遇到何向勇，帮我把这个转交给他。你在干嘛？我可以看吗？海龟耶，很想画的。哎呦，你不觉得他那个很童真的笔触很丑吗？哎呦喂难怪你刚刚啊！在笑，你在笑这个？我觉得蛮值得笑的。哎呦，陈浩伟这个拒绝不了人的，
奇怪的人。偏偏还这些话，这些场面话被何相勇听到了。你也觉得他需要帮助？那我们很像哎，我们都会去帮助一些看起来需要帮助的人。我想跟你借这个。借我吗？我下礼拜就还你。你不是美术班的吗？你应该可以自己考吧。啊，何相勇、陈浩伟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拒绝人一次，结果何相勇没听到、没看到。哇，所有的话都是这女生设计的哦，又一个恶毒女配，这什么？她故意讲给何相勇听的，我就觉得她跟陈浩伟坐在那边那个角度，应该有看到何相勇。陈浩伟说他很累，所以有什么活动啊，有什么社团？到底想说什么啦？陈浩伟成绩退步了，而且上课的时候都会打瞌睡。你觉得是我害的？对呀，我哪有这样子讲？我是基于我们都是陈浩伟好朋友的立场，我想提出对你、对陈浩伟都有帮助的建议。如果之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都可以跟我讲。再跟我说。偏偏这两个人都有各自的弱点，没有办法好好找彼此沟通好。而且他们也还是高中生，没有办法要进行那么成熟的对话，然后就这样误会这么多年。民宿的问题解决了，何相勇的债务问题也解决了吧？也不知道后面他工作那边他前老板的事情还会不会再掀起风波。不过至少目前来说是凑出钱了，然后透过亲朋好友的帮助，民宿也不用卖掉了。虽然现在何爸跟何相勇在新埔语上有更大的人情、更大的欠债哈、更大的债务要一笔一笔还清那个人情啊，可是至少他们的幸福生活保住了。更棒的是，爸爸和儿子这些年来缺少的对话、缺少的情感交流，那些讲不出口的想要让对方知道的事情，也一点一滴补齐了。只是在父子温情大和解的同时呢，陈浩伟这边似乎事情越来越纠结了。毕竟何相勇是他住在心里面放不下多年的那一个人，虽然心里有怀疑，但是在清醒的时候还是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把钟小佑就当成何相勇的。虽然心里面隐隐约约有感觉，但是还是不敢认。毕竟站在陈浩伟的角度来说，要是真的认错人，他就这么理所当然的跟钟小佑在一起，那么是同时伤害了钟小佑跟何相勇啊。当年的他已经亏欠了何相勇一次，虽然说确实有那位恶意的女同学的挑拨没有错，但是其实他们两个自己也有各自的缺点，各自在那件事情里面处理的不够妥当的地方。所以这些年来，陈浩伟对何相勇的愧疚，让他对于何相勇这个人啊，是明明很想要把他找回来，却又害怕真的找回来之后再次伤害他，一步一步走得越来越小心翼翼。之后再看看两个人该要用什么样的契机、什么样的身份相认吧。希望这次是由陈浩伟主动跨出那一步吧。毕竟当年就目前我们看到的故事来说，当年是陈浩伟先对不起何相勇的，就给他这次机会弥补当时的遗憾。那这集就看到这边吧，下次见，拜拜。